二位客官里边请。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人打扫啊？客官，您就多担待点吧。不瞒您说，自从这湖水开始吃人之后，本店就再也没有来住过店的客人了。您二位是头一波，所以烦劳就自己动动手吧。吃人？这水祟不就是水中的草木作祟吗？怎么还能吃人啊？也不知道这湖里有什么东西。这碧灵湖啊，这些年都是风平浪静的，可不知怎么着，2个月前来了批外地客商，他们的船沉了。开始也没太当回事儿，可后来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竟有许多本地的船夫都翻了舟。这些年也没这种事儿啊。那船上的人呢？吃了，那些人都被吃了。可看到何物吃人？这倒是没有。那你们如何肯定是湖里的东西干的？这些人当然被吃了，那么多人掉下去之后都没上来，连尸体都没有。望吉兄，你觉得这碧灵湖里的东西是不是水祟啊？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可是我觉得不是。哎，你说，如果这湖里的东西不是水祟，是什么呀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2个来打个赌，看我们俩想的是不是一样的。无聊。蓝湛，蓝湛，唉，真是无趣。听说昨晚又有一名渔夫死了，我倒想会会这些小巧的精怪，看他们有何能耐。平时这些水祟只能戏弄戏弄人，现在竟然敢吃人了。邹军，不管昨日乡民看法如何，可有人看到这湖里作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些精怪极为狡猾，一旦被拖入水中，极少有生还者，竟没人见过他的本来面目。那邹军，摄灵一事可有进展？魏公子，何来有此疑问？这云深不知处，自古以来灵脉涌动不止，可是如今一下子有修士被摄灵，一下子又出现了水祟作乱，你说他们2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摄灵一事，蓝氏还在追查，只不过这一为摄灵，一为精怪，想必其中未必有什么联系。可是魏公子，眼下还是除祟要紧。邹军所言极是，咱们就不要再耽搁时间了。哎，蓝湛，你和我。蓝湛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摄灵一事有什么进展？尚未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哥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呀？你也觉得对不对？你也觉得你哥有事情在瞒着我们？而且我觉得呀，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什么小事，不然怎么可能？夜猎途中，禁酒。蓝湛，
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规矩啊？我一口还没喝，你还我酒！诸位小心，前面便是作乱之地。泽无君，这些水祟聪明得很，要是他们一直躲在船底不出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一直找下去啊？找不到怎么办呀？职责所在，找到为止。蓝湛，看我！无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水祟。难道他们被什么东西异化了？魏公子，你怎知他们在船底的？简单，吃水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刚才他的那艘船上明明只有一个人的重量，但是吃水却比2个人的重量还要多，所以船底一定有水祟在作怪。果然经验老道。蓝湛啊，我刚才不是故意要泼你水的，只是那些水祟太精了，我要是说出来，他们可就全跑了。喂，蓝二公子，你刚才把我酒抢了，我也没说什么。咱们就当是礼尚往来，好不好啊？离我远点儿。